男人怎么也没想到，当同龄人还在用召唤魔法召唤一些阿猫阿狗坤坤时，他脚下的召唤阵却突然爆出一股恐怖能量。老师察觉不对劲，赶紧让男主停下来，可明显已经来不及了。而他召来的哪是什么使魔之类的，而是这个世界的魔王本王。被硬拽过来的魔王也是一脸懵逼，想不通就凭一个普通人类，怎么有本事把自己硬生生拖进学校？男主一听对方竟是魔王，慌忙甩出一颗闪光弹晃瞎同学和老师的眼睛。这要是让他们瞧见自己召唤的是魔王，以后在这学校还怎么混得下去？但这担心纯属多余，只因魔王甩了个鉴定技能扫了男主的属性面板。就在不久前，男主刚结束外挂师傅的修行之旅，可当他回到现实世界后，整个人直接傻掉，因为太久没接任务委托，他的冒险者资格眼看就要被吊销。为了保住自己 A 级冒险者的身份，男主立马找到工会会长大舅哥，让他安排一下。当天就喜提了一个讨伐盗贼的任务，这对男主来说简直易如反掌。照着情报，他赶到一处郊外，很快就撞见了正在行凶的盗贼。只是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被劫持的对象竟是自己小时候的2位老师。见米莉受伤，男主立马施展治疗术。盗贼们瞧男主不过是个小屁孩，便嘲讽他赶紧滚回家喝奶去。结果下一秒，这伙盗贼就被男主全数撂倒。事后2位老师告诉男主，他们正在给伤人当护卫。不过2人更好奇男主怎么会出现在这。后来当他们得知男主是来做任务的，2人也是被吓了一跳，因为按照男主现在的年纪算，他才刚刚摸到注册冒险者的最低门槛，而讨伐盗贼起码要 C 级以上。可2人话还没讲完，男主就掏出一张亮瞎眼的金卡。C ランクも B ランクも飛び越えて、もう A ランクなの？はい、いろいろありまして、強制的に A ランクになっちゃいました。不过想到男主从小到大就一路开挂，2位老师也就释然了。随后几人便押着盗贼返回了城。ちょっとあれ、恥ずかしくない？ああ、だったらもう終わりよ。到了冒险者工会后，前台姐姐见男主这么快就交了差，露出一副不可置信的神情。可这时工会里又闯进来一帮没眼色的混混，他们又当着男主的面调戏起2位老师，看2人对自己爱搭不理，混混便想霸王硬上弓。这该死的剧情又把男主烦得不行。本来还张牙舞爪的混混一瞅见男主，瞬间就怂。正巧这时红毛走了过来，3人见状便趁机溜之大吉。不过让男主也没想到的是，红毛居然是米莉的亲哥。眼见大家彼此都熟，红毛不由感叹这世界真小，于是大伙便凑成一桌喝酒吹牛。不过席间全是对男主的夸赞，夸他年纪轻轻就混成了顶尖冒险者，还获封了男爵之位。2位老师还掏出男主给自己做的储物包显摆起来，这一下就勾起了嫂子的嫉妒心。在得知魔法包能装下一整栋别墅后，蓝毛也借着酒劲朝男主撒起娇来，央求对方也给自己整一个。见蓝毛那副饿虎扑食的模样，男主当场答应会给他做一个同款。第2天男主上魔法课，由于实力实在太逆天，学校的防御结界连他初级魔法都扛不住，老师索性直接把他给禁了，不许他在校内动用魔法。至于学分这事，老师干脆打算直接给他个满分。这一幕也被男主的亲友团看在眼里，他们是受邀来学院授课的，见男主被晾在一旁，他们便想帮男主融入班级。而红毛和他妻子也算小有名气，学生们都听说过冰火2重天的名号。随后红毛得知班上的同学全都加入了冒险者工会，于是便让他们把各自的卡片掏出来。どうした？君はギルドカードを持っていないのか？ほら、早く出せよ。クロードさん、みんな冒険者登録したばかりですよ。ここで僕がゴールドカードですなんて出したら。なんでゴールドカードなの？なんて逆に引かれちゃうよ。于是男主只好谎称自己忘带了。红毛见状也只好亮出最后的杀手锏。在接下来的模拟战里，红毛打算先露一手，他故意把男主排在最后，先由他们几个向其他学生展示实力，最后再让男主上场挨个击败他们，这样就能把男主的实力秀得淋漓尽致，好让他装个漂亮的大逼。可红毛想的挺美，现实却十分骨感，他漏算了考核是有时限的。好不容易轮到男主登场，下课铃却突然响了，2人才刚兑现就被老师喊停。红毛还寻思着下次再演，可老师却告诉他们没下次了，因为学校经费都拿去修复被男主炸掉的校区了，校方压根没预算再请冒险者来讲课。气到不行的男主大半夜跑去森林里撒气，明明魔物啥也没干，当晚却集体飞升撞见了太奶。大変だ！魔王が現れたぞ！神様！急げ！遅れるな！我につって魔王が出た！つってすっきりした。这时男主他爹突然瞄到了男主的手帕，好家伙，又是这该死的异处。不过他也不敢把这事张扬出去。这件事经人们口口相传，添油加醋成了魔王复活，又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传进了国王耳朵里。于是国王便问身为神之使徒的男主有没有接到神明的启示。男主也不知该如何解释，总不能说自己就是他们口中的魔王吧。另一边，由于男主炸掉了半个魔法森林，邪神的封印也跟着松动了。体の一部だけどね。まあ仕方がないか。見てろ。じじいどもめ。
第二天，男主又迎来了他的装逼时刻。学院特意请来一位专家指导召唤术，可大多数学生只能照些阿猫阿狗。虽然也有潜力股照出了大型魔兽，但因为自身魔力太低，魔物压根瞧不上他们。等轮到男主时，可就不一样了。他随手一个魔法阵就把老师震得目瞪口呆，这惊人的威力跟其他学生简直天差地别。老师见状赶紧喊他住手，但显然已经来不及了。只见传送阵里赫然出现一个头长犄角的男人。人間どもがなぜ私を呼び出す？この魔王。男主一听对方身份竟然是魔王，慌忙甩出一颗闪光弹晃瞎同学和老师的眼睛。要是让他们知道自己召唤的是魔王，这学校以后还怎么混得下去？可这份担心纯属多余，只因魔王用了鉴定技能查看男主的属性面板。大変ご無礼しました。配下になりますので、どうか殺さないでください、人様。魔王表示自己愿意和男主缔结契约，而且只要男主一声令下，就算要灭掉整个国家，他也会召集魔族全部兵力倾巢而出。男主虽然没有毁灭国家的念头，但还是和魔王签下了契约。随后魔王向男主表完忠心，便回了魔界。男主本以为在闪光弹的掩护下，没人能瞧见魔王的身影，可男主还是失算了。身后的召唤术专家不仅察觉到了异常，还把这事上报给了国王。于是，在国王的逼问下，男主也只能老实交代。違うだろ、正直に言えかい。魔王を。魔王で、どうした？そのまま返したわけではなかろう。お主のことだから。はい、その魔王と契約しました。やはりそうか。国王责怪男主不懂拿捏分寸，要是魔王当场发飙，整个王都会瞬间化为废墟。对此，男主只能连连道歉，因为他也没想到会照出这么个鬼玩意儿。说到这，老师不禁好奇男主到底有多少魔力。男主没有多做辩解，而是默默打开了属性面板。死んだと？指令たちが測定不能。ないよ、この称号は。カミリオ。众人彻底看傻了眼。如今别说一个小小的魔王了，男主想毁灭整个世界都只是2秒半的事。回过神的国王一度想把王位让给男主，男主果断回绝了这个老六，并让他们照常对待自己就行。眼看男主都这么说了，国王也不再勉强。接着国王为了留住男主，直接把他晋升为子爵，让男主在王都附近随便挑个城镇当领地，同时还打算提前公布他和公主的婚约。说完便转身离场。女仆得知男主升官发财后也是激动的不行，可就在两人准备庆祝时，管家柯南带来了一个坏消息，说是老爹管辖的魔物森林出了异常。于是男主立刻跑回家，从哥哥口中得知最近魔物变得异常凶残，而这正是魔物泛滥的前兆。照这样发展下去，很快他们就会冲出森林袭击城镇，所以他们这次召集了大批工会的冒险者。男主也主动要求加入队伍。这时男主的2位老师叫住了他，而他们俩正是因为人手不足被派来的增援。米莉想等大哥来了再做打算，不过男主已经等不及了，他决定先去探探情况。接着男主直接传送到森林，并召出2只使魔，朝森林深处展开探查。可一路上总有种被人盯着的感觉，来源却又不是周围的魔物。于是男主决定找个人来帮忙调查。就这样，魔王又被毫无预兆地召唤出来。誰だ？魔王である私を呼び出す。はい。会員様！てかこれに。在得知男主召唤自己的目的后，魔王也察觉到了一股强大的气息，而且周围还徘徊着数不清的高等魔物。男主想要更详细的情报，于是魔王召出了自己的得力干将。只见一个衣着得体的老头现身眼前，他曾是魔王军里的4天王之一，如今虽已隐退，但他最拿手的侦查本领却一点没荒废。接着老头也不敢怠慢，赶紧发动自己的能力开始侦查。随着蝙蝠朝四周飞散，一只魔兽也纷纷冒了出来。男主见状直接冲上去一刀一个，老头看得目瞪口呆，还没等他回过神来，男主就已经扛着一堆魔物回来了。他决定回去向大家汇报情况，说完便直接传送回去。男主走后，老头庆幸自己不是对方的敌人，不然也得落个被一刀秒的下场。而其他人看到男主带回来的这一堆尸体，也是吓了一大跳，毕竟这可全都是 S 级的魔物。得知森林里现在到处是这种级别的魔物后，众人的表情瞬间就凝重起来。而另一边，老头的侦查也收到了警告，但魔王绝非等闲之辈，他当即决定去森林深处看看是哪个不长眼的。可这一去他就傻眼了，魔物多到甚至塞滿了整片森林，而幕後黑手竟是即将解封的邪神。ゲームの時間だよ。暴れよ。人間どもを食い殺せ！それ会員様に。なんだ？会員様、お前。大丈夫です。僕の知り合いです。会員様、緊急事態です。反乱です。魔物が一斉に動き始めました。ルディさん、領主館にいる人人様に報告をお願いします。クローロさんたちが冒険者たちをまとめてください。魔物が町に入らないよう抑えてほしいんです。お前はどうする？僕は魔物の森に向かいます。危険です、カイ様。大丈夫。僕には冒険者登録はしてませんが、A ランク以上の実力を持った仲間が一緒ですから。会員様、今、私のことを仲間と。そんなこと言われたらこの瀬戸、
命をかけてカイン様の力になるしかないっしょ。就在两人出发之际，三老婆骑着快马赶到现场。她一见男主又犯起花痴，还想跟着男主一起去魔物之森，不过被男主拒绝了。男主让她留在这里指挥骑士团和保护自己的家人。三老婆听后也爽快答应下来，毕竟男主的家人就是她的家人。与此同时，独自在森林里的管家老头也是1等1的高玩，尽管周围不断有魔物冒出，却没有一只能靠近他半分。毕竟他曾经也是魔王军的4天王之一，即便如今退休了，这实力依旧碾压全场。很快，男主和魔王也赶到了现场，一场避无可避的终极大战即将打响。待ってるよ、ジジイどもの眷属。もうゲームは始まっているんだからね。アーロン。这时魔王主动请缨清理现场的魔物，他让男主去找出幕后的元凶。接着魔王把4天王也召唤了出来。他们本以为魔王召唤自己是要毁灭世界，没想到魔王反而要他们拯救世界，而且还是受召唤者所托。不过一听男主是神之使徒后，几人也无话可说了，只好答应魔王跟着他一起清理小怪。而男主这边则一边清小怪，一边朝邪神的位置赶去。虽然男主深知祸根是邪神亚龙，可当他找到对方时却有点意外，因为他没想到邪神竟是一条黑龙。邪神因被封印了部分力量而愤怒不已，可即便此刻的他还不是完全替，他召出的魔物也足以摧毁一座城镇。与此同时，尽管魔王等人已经极力阻拦，可还是有不少魔物逃出了森林。好在红毛4人组此刻也赶了过来，并成功拦住了这些漏网之鱼。但另一边的男主处境也不容乐观，他发现自己的魔法对邪神根本无效。男主本想动用更高级的地级魔法，可邪神压根不给他机会，男主只得先和邪神拉开距离。随后他抓住空隙召出了使魔，想让他俩给自己争取点时间。可连身为神之使徒的男主都打不动，2只哈基米又怎会是邪神的对手？结果便是被黑龙一尾巴甩晕过去。就在邪神准备补刀之际，男主冲上前替小白挡下这致命一击。俗话说队友祭天法力无边，男主彻底燃了起来，下一秒便解锁了金色传说。この光は、まさか、あの時の、フェイントサンチュアリー、守れ、神様よ！僕は、守る！みんなの笑顔を！なんだ！もっと力を貸して！然而邪神早已被轰得连渣都不剩，男主却还在持续输出。2只使魔慌忙咬住他的鞋子，让男主赶紧停下，不然地球都得重启。不过也无所谓了，因为魔物也因邪神的消失退回森林里，这也就意味着小镇的危机解除了。但国王并不知道这一切，虽然王都离森林隔着108000里，但他昨晚也瞧见了那束绿光。虽然国王知道是男主在装逼，但其他人却都误以为是天神降临。カインよ、常識外れの魔法を使うな。自重しろといつも言っておるだろうが。すみません。それから、森の上空で魔法を放つ男が目撃されているが、そりゃ誰だ？魔王です。魔王を助っ人に呼び出しました。魔王を助っ人に！マグナよ、わしはもう疲れた。テレスティアをめとらせることだし、もうカインに王位を譲っても良いのではないか？ダメです。于是国王只好给男主升官加爵，并赏赐他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，以此作为他拯救世界的嘉奖。可小老婆得知后却哭了，因为那块领地被冒险者工会霸占了，已经有好几位奉命管理的贵族被揍了回来。而公主听后也立马要找父亲讨个说法，不过却被男主拦了下来，因为有挑战的地方才能痛快装逼，要是太平静反倒显得无趣。很快男主就抵达了目的地，随后他第一时间冲去竞技场，还以新人的身份发起了挑战。这消息直接在国内炸开了锅，男主还因此被人称作银色恶魔。然而在酒馆吃瓜的人却没意识到恶魔本尊就在身边，只因妹子端酒慢了2秒半，男人就对他一顿臭骂，结果便是被男主狠狠胖揍了一顿。这天男主正和2位公主喝下午茶，魔王突然找上门来，还没等魔王说2句，魔王的妻子也跟着找了过来。原来魔王勾搭女人被妻子抓包了，魔王妻子想知道男主怎么看这事，眼看2位公主在场，男主自然屁都不敢放一个，但2位公主却看不下去了。結婚の約束をした以上、裏切りは許しませんよ。なんだろうこの感じ。僕が悪いわけじゃないのに。なんと胸のすく。私の言いたいことをすべて言ってくださいましたわ。カイン様も、もしこの子たちを泣かせるようなことがあれば。わかっていますよね。はい。それではあなた、帰りますわよ。え、いいの？今回だけです。皆様が見ていますので。では、ごきげんよう。またいらしてくださいね。今度はちゃんとお茶にご招待しますわ。カイン様も、やりすぎないようにね。最后男主用魔法盖起了一座城堡，和小娇妻们过上了没羞没臊的日子。だって僕は、前世の記憶を持ち、神様の加護、レベル10を持つ、やりすぎ転生貴族だからです。でもこれは、また次のお話なのです。
以下是本集的细节解析。亚龙看着凯恩的眼睛说，那双眼睛跟封印他的人类一模一样，这暗示凯恩的父母正是当年封印亚龙的英雄。结合漫画和小说原作设定，凯恩前世的父母与异世界优也一同被召唤，在讨伐邪神过程中用生命代价封印了亚龙，这是后续凯恩身世之谜的最大伏笔。国王把朵林托尔封给凯恩，这块冒险者工会掌控、多位贵族逃走的烫手山芋，将成为凯恩建立自己势力范围的核心舞台。凯恩建的比王宫还气派的城堡婚房，就是后续凯恩侯爵路线的起点。国王封凯恩为子爵时明确表示，为了公主特勒斯蒂亚的将来，这意味着凯恩与公主的婚约从政治联姻升级为王国继承格局的核心。后续凯恩将从子爵一路晋升到公爵，最终成为王国的实际掌权者。魔王赛特受凯恩神之使徒委托出兵，这标志着人魔合作的空前先例。赛特与凯恩的契约关系是后续魔族与人族同盟的政治基础。前期神界会议预言亚龙的封印已经快要解开了，正是兑现邪神亚龙借黑龙身体复活。这是标题不知自重的诸神的使徒的终极解释。神明们不是宠溺凯恩，而是急需凯恩来封印亚龙。那么本期视频解说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